军民混用，红军村俄军已无车可用。胡塞导弹打击以色列，铁穹失效了。美海军 F-18被击落。上周，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州红军村附近发起了大规模攻击，引起国际关注。根据乌克兰军事博主的报道，这次攻击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战术上的转变，因为首次使用大量民用车辆进行军事行动。乌克兰无人机观察到一支连排级别规模的俄罗斯部队在红军村周边集结，乘坐多辆卡车和轿车向乌克兰防线前进。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不仅包含了军用车辆，还有多辆民用汽车，其中一辆车还挂着旧苏联国旗。乌克兰防御部队迅速行动，成功击退了进攻。乌克兰军事博主指出，乌军无人机特别关注了那辆挂苏联国旗的车辆。这次袭击证明了俄军吸取了之前依靠肉身在开阔地冲锋导致损失惨重的经验。但是由于装甲车辆损失严重，俄罗斯不得不使用摩托车、全地形车等非装甲车辆运送步兵。如今军车也已经耗尽，俄罗斯不得不再征用民用汽车作为军事用途。然而这些车辆在红军村这样的雷区和无人机监控下非常脆弱。乌克兰军队通过巧妙战术将装备损失比例打成了1:4。我们要注意，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一场战争中直接使用民用车辆进行军事行动。在一战时期，法国为了凡尔登征用了数千辆出租车，但也仅仅是用于后勤运输。所以从这件事上呢，我们可以看出很多问题。首先，由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和金融制裁，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能力，同时也限制了其在军备采购和技术升级方面的能力，这导致俄罗斯在军事装备更新和补给方面面临巨大挑战。俄罗斯再次面临着经济崩溃的风险，卢布的贬值、经济制裁的加剧，让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困境。这种经济压力限制了俄罗斯在军事上的投入，使其不得不使用成本较低的措施，比如使用民用车辆。其次，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争中面临兵员质量不高、装备老旧等问题，导致战斗表现大打折扣。由于制裁限制，俄罗斯在军火补给方面面临困境，许多装备无法得到及时的修复和更新，这迫使俄罗斯军队使用民用车辆来维持作战能力。在前线，俄罗斯军队的战略和战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且无效。在进攻行动和机动作战中，俄罗斯军队面临着敏捷、技巧和效率的挑战。他们的方法通常是以长队行军或者对特定点进行反复、笨拙的攻击，导致伤亡惨重而收获甚微。这种战术上的局限性可能迫使俄罗斯军队寻求民用车辆等非常规解决方案。后勤上的隐患同样是不可忽视。俄罗斯军队的兵员更替极其繁复，这加剧了兵员质量的下降。许多新兵甚至仅接受了几周的基础训练便被送往前线。训练不足的士兵可能无法有效地使用复杂的军用车辆，而民用车辆相对简单易操作，成为不得已的选择。红军村的战略意义对俄罗斯很重要。继今年2月占领阿夫迪夫卡之后，俄军的推进速度持续放缓，还丢掉了1000平方公里的库尔斯克土地。俄罗斯迫切需要俄军在战场上取得一场非凡的胜利，来提振国内士气。所以接下来俄军会继续不惜代价地进攻红军村。尽管这次使用民用车辆的攻击失败了，但俄罗斯可能还会尝试。欧洲军事分析机构认为，通过小规模持续的突击，俄罗斯部队最终会找到乌克兰防线的弱点。虽然这方法损失大，难以长期持续，但是在短期内仍然有效。尽管乌克兰守军人数少于俄罗斯，但通过以空间换时间战术，可以持续消耗俄军战斗力。总体来看，尽管红军村的进攻受挫，俄罗斯仍然在试图夺取更多的乌克兰领土。乌克兰依靠坚固防线和消耗战术保持防御优势。红军村方面，俄乌对抗目前仍处在平衡状态。2024年12月21号，以色列中部特拉维夫地区遭遇了来自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了当地一个游乐场受损。根据以色列国防军透露，尽管动用了铁穹和大卫投石索防御系统进行拦截，但2次尝试均未成功，导弹最终击中了目标区域。胡塞武装高级官员在事后表示，
观看导弹以高超速飞行，并且成功规避所有防御系统，真是令人欣喜的场面。他声称袭击目标是一个敏感的军事目标，但事实证明，导弹击中了一个平民聚集的公共场所，引发了广泛的谴责和担忧。以色列国防军迅速回应称，这次袭击是对以色列的严重挑衅，呼吁国际社会也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及其背后的伊朗支持。IDF 表示，将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国防部强调，尽管这次拦截失败，但以色列仍将继续加强其防空体系，以应对未来可能的高威胁导弹攻击。这次事件凸显了现代防空系统在面对新型高超音速武器时的挑战。高超音速导弹由于其极高的飞行速度和复杂的飞行轨迹，极大地增加了拦截难度。传统防空系统，比如铁穹和大卫投石索，在设计时主要是针对低速、低轨道的飞行目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应对能力仍显不足。此外，高昂的拦截成本和有限的拦截弹药储备也限制了防御系统的持续作战能力。专家指出，随着高超音速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防空体系需要进行重大升级和技术革新，以适应未来战争需求。以色列作为全球防空技术的领先国家，这次防御失败或将促使其加快研发更先进的防御手段，提升整体的防御能力。同时，这也提醒其他国家，即便拥有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也需要持续投资和更新，以应对不断演变的军事威胁。22号，美国海军2名飞行员在红海上空遭遇了友军误击事件，被一枚友方导弹击落，成为美国在过去1年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中最严重的事故。据美军消息，尽管事发紧急，2名飞行员均已被成功救回，其中1人仅受轻伤。然而，这次事件再次凸显了红海航道在持续的胡塞武装攻击下的高风险。尽管美国和欧洲的军事联军在该区域进行巡逻，事发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正在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进行空袭。当时，一架从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起飞的 FA-18E 超级大黄蜂，隶属于弗吉尼亚州奥西亚纳海军航空站第11战斗机中队的红色撕裂者中队，执行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任务。由于操作失误，隶属于盖茨堡号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的导弹误将 FA-18E 识别为敌方目标，导致其被击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隶属于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的导弹巡洋舰 USS Gettysburg 误将 FA-18E 战斗机识别为敌方目标，并发射了导弹，导致该战斗机被击落。据了解，该战斗机装备了先进的雷达和导引系统，具备优异的空战能力。但这次事故显示出，在高压战场环境下，友军误击的风险依然存在。这次 FA-18E 超级大黄蜂的击落，对美国海军的打击能力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FA-18E 作为多用途战斗机，是具备空中优势、对地攻击和电子战等多种功能，是美国海军航空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机型能够执行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配备先进的武器系统和电子设备，具备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作战的能力。然而，现代战争中高超音速武器和复杂的战场动态，使得友军识别和作战指挥面临了巨大挑战。这次事件发生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相关单位正在进行全面调查，以确定误击的具体原因，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美军发言人强调，尽管这次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但2名飞行员均已安全返回，且受伤程度轻微。胡塞武装方面虽然尚未对这次误击事件作出官方回应，但其在红海地区的攻击活动持续增加。自2023年10月以来，胡塞武装已经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约100艘商船，其中包括一些前往伊朗的船只。胡塞武装通过这些袭击，试图削弱美国及其盟友在红海的军事存在，并迫使国际社会停止对其的支持。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期加强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力度，目标包括导弹储存库和指挥控制设施。这些空袭由驻扎在红海的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执行，动用了多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机和 E-2D 鹰眼预警机。尽管美军在提升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能力，但是这次友军误击事件依然提醒人们，战场上的高风险和复杂性是不容忽视的。分析机构认为，
随着胡塞武装不断提升其导弹和无人机技术，美军及其盟友需要进一步改进友军识别系统和作战指挥协调机制，以减少误击事件的发生。同时，红海作为重要的国际航运通道，其安全形势的恶化不仅影响区域贸易，也对全球贸易造成了潜在威胁。这次友军误击事件无疑将促使美军重新审视其在红海的作战策略和防御措施。美国国防部表示，将加强对现有防空系统和控制系统的评估与改进，以提升战场上的识别准确性和作战协调能力，并确保未来作战行动的安全与高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